上一集我们一起装好了 Antigravity 跟 Obsidian，用 AI 产生笔记架构跟每日笔记模板，整个系统已经可以开始运作了。还没有看过的话，建议可以先回去看一下。今天会延续上次的进度继续。如果还没订阅的话，也请帮我按下订阅。但你有没有发现 AI 产生出来的内容结构是对的，可是格式就只是最基本的 Markdown 语法。明明 Obsidian 有很多好用的功能，可是 AI 就是不会用，因为它根本不知道你在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个问题。简单来说 ，Skill 就是一份教学文件，告诉 AI 你用的工具有哪些特殊的语法跟功能。你写一次放在固定的位置，之后每次 AI 帮你处理相关的任务，它就会先读这份文件，然后用正确的方式输出。好，那我们先来看看，在没有 skill 的情况下，让 AI 整理一篇文章会变成什么样。这是一份同步的会议记录，原始的内容大概是谁说了什么，目前卡在哪里，接下来还有什么要做，很标准的一个会议记录。那我直接丢给 AI， 跟他说，请帮我整理这一份会议记录，并存成另外一个档案。那我们回到 Antigravity 的画面，那我这边使用的是 Cloud 的模型。好，结果出来了，我们到这个资料夹下看一下。那我们同一份档案，我们回到 Obsidian 看一下。那内容是没有问题，结构也算清楚，但问题是它没有使用任何 Obsidian 的功能，它只是用了最基本的 Markdown 在写。那 Obsidian 那些好用的功能一个都没有使用到，因为它根本不知道我们使用的是 Obsidian。如果你只是要一份 Markdown 文件，那这就足够了。但如果你是想要在 Obsidian 里面工作，这些格式就等于白白浪费了 Obsidian 的能力。等一下我会做一个详细的前后对比，让你更清楚差异在哪里。好，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设定 Skill。其实你不需要自己从0到1开始写，有个网站叫做 Skills Marketplace， 相关的网址我都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那这个网站呢，它是一个开放的 Skill 市集，上面目前收录超过28万个 Skill， 全部都是从 GitHub 上开源的专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AI 技能商店，只是这边卖的不是 App， 而是教 AI 认识各种工具的文件。那怎么样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Skills 呢？那它上面有个 AI 语义搜寻，那你不需要很精确的知道技术名称，只要直接打就可以了。比如说你想要搜寻 Obsidian 相关的东西，那它就会列出相关的 skills。那我们在这边搜寻 Obsidian， 那可以看到它显示的都是 Obsidian 相关的搜寻结果。那我今天想要用来 demo 的是这个 Obsidian Markdown， 那我们就点击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kills 呢，它在底下列出的所有的功能，它其实都列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作为这次主要 demo 的范本。那我这边就点击这一个选项，然后我们就会进到这个 GitHub 画面，然后我们再点击 skill.md，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内容就是跟刚刚在 Skill Marketplace 的内容是一样的。那我们这边就点击 Code， 然后在最右侧点选 Copy， 把这一份 Skill 复制下来。那我们就回到 Antigravity 的画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新增一个点 agent 的资料夹，那我们在点 agent 里面再新增一个点 skills 的资料夹，然后在这个资料夹底下，我们再新增一个资料夹，我们这边就叫 Obsidian Markdown， 然后在这个资料夹，我们再新增 skill 点 nd 档，然后把刚刚复制的内容贴上。那我们来看一下 skills 点 md 档的内容。那你可以看到整个档案呢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由这个6个减号组成的栏位，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 Markdown 组成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上面6个减号组成的栏位呢，我们会叫它 YAML front matter， 也就是这个 skills 的 metadata。那它有2个栏位，一个是 name， 一个是 description。那 name 的栏位呢，它就是这个 skill 的名称。那 description 就是给 AI 看的说明，让 AI 知道你这个 skills 它是在做什么，那什么时候该使用它。那第2个部分就是以下这些由 Markdown 组成的正文，那这就是真正要教学 AI 的内容。那它的语法规则跟使用范例都显示在这边。那 skill 的设定就到这边，不需要额外安装什么内容或是跑什么指令，只要放在对的位置就可以。AI 在处理 Markdown 相关的档案的时候，它就会自动侦测到这份 skills，按照里面的内容来输出。
好，现在我们有了 Obsidian Skill， 再来请 AI 帮我们整理同一份会议记录，那就下一样的指令，然后选择一样的 Cloud 模型。然后可以看到说，它这边就有读取到刚刚加入的这一个 skill， 然后它一样放在这一个01的资料夹之中。那可以看到说，在上面这个有会议记录这个名称呢，是在还没有使用 skills 的旧版本。那现在这一个没有会议记录呢，是新的版本。那我们一样就按 accept all。好，那我们现在回到 Obsidian 看一下这两份档案的差异。好，左边这个呢是还没有 skill 的时候 AI 帮我整理的内容，那右边呢是使用 skill 之后它帮我整理的内容。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说这次的结果不太一样。那些 Obsidian 的功能呢 AI 都有自动帮我们使用上。那同样的输入，同样的指令，差别在于说有没有给 AI 那一份 skills。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完整的对比，了解有 skill 跟没有 skill 的差异。那第一个差异，我们来看重要提醒它是怎么标的。那我们先看原本的会议记录。那我们这边有说 backend 说栏位可能会改名，然后有说应该不会改。那这边有标示可能是应该。那我们来看没有 skills 的时候 ，AI 是怎么帮我整理的？那可以看到说它把它列在这边。那这边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就只是一个符号，然后混合在整个条列里面，它不是特别的突出。然后我们来看 skill 它是怎么帮我整理的。那同样的风险呢 ，AI 帮我改用了这个语法，就是这个 warning。那这是 Obsidian 的一个 call out， 就是你在 Obsidian 里面打开这个笔记的时候，它会显示成另外一个独立的警告区块，有图示、有颜色，跟周围的文字视觉上是完全分开的。那重点不只是好看，而是你的眼睛在快速浏览这个笔记的时候，会立刻被它吸引。那这个就是 call out 的核心价值。那第二个差异呢，是待办事项。那我们可以来看，在没有 skills 的时候，它的待办事项是一个表格。那这一份资讯是完整的，只是它是静态的，你只能看，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动作。那我们可以来看有 skills 的时候，它是改成 Obsidian 的这个 task list。你在 Obsidian 里面打开，每一行前面都有一个可以勾选的方框，完成了之后你就直接打勾。那重点是说，你不需要在开完会之后再把这个 action item 复制到另外一个地方管理。那这份笔记本身就是你的清单，开完会之后就可以开始直接运作。那这就是有 skill 跟没有 skills 的最大的差别。在没有 skills 的时候 ，AI 不知道 Obsidian 有这个功能，所以它不会用。那有了 skill 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工具的语法放在适合的地方去主动的使用它。那第三个差异，有无结构化的 front matter。那我们可以滑到最上面的时候来比对一下，在这个左边的没有 skill 的版本，它就是直接从标题开始。连 front matter 都没有，没有日期，没有 tag， 没有 status， 就是一份纯文字的 markdown。但有 skills 的版本呢，它上面就是多了这一段。那这个是 Obsidian 的属性，那也就是笔记的 metadata。有了这个之后，你可以使用更多 Obsidian 的进阶功能，像是 data view 或是搜寻，直接过滤所有 status 是 action required 的笔记。但这个月所有 meeting 的记录也可以直接一起做过滤，但这些都是需要有结构化的资料才可以做到的。如果你不告诉 AI， 它不知道 Obsidian 有这个地方可以放这一些 metadata， 所以它根本就不会去加。那有了 skills 之后 ，AI 知道这个格式的存在，也就可以在产出笔记的时候自动帮你填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 ，skill 其实就是一份教学文件，放在固定的位置，让 AI 知道你要用什么工具，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那设定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在点 Agent Skills 底下的资料夹新增你想要使用的 skill。那有了它之后 ，AI 就不再只是会写基本的 Markdown， 而是会主动帮你使用 Call Out 标重点，在笔记内加上这个结构化的 Front Matter。那这些本来就是工具的功能，只是我们一开始没有告诉 AI。如果你今天想要新增其他内容，我们一样就是在 Skills 的这个资料夹底下新增另外一个资料夹，然后使用 Skills 点 MD 档。那一样就可以写上你想要的内容。那一样要按照着我们这个 skill 的格式，在前面加上 metadata， 然后后面加上你的描述，那你就可以写出自己的 skills。那今天的这一集就到这边。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听别的主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